如今的世界上存在了太多神奇且晦澀難懂的書籍，它們流傳数千年，人類窮極一生都未曾明白其中的內容。比如我国的河圖洛書，比如我国苗疆地区的洪崖天書，再比如先秦时期的山海经，還有西方世界著名的死海古卷，以及今天我們要講的伏尼契手稿。而之所以它們為神秘天書，重要的原因便是研究它們的人很多，可真正將其內容破解的則少之又少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伏尼契手稿，自從20世紀初被发现，裡面的文字和圖片一度讓全球的專家摸不着頭腦。上百年的時間裡，始終被西方世界視作天書。那麼伏尼契手稿到底記錄了什麼呢？現在讓我們把時間拉回到1912年，一份殘餘240頁的手繪書籍出現在了羅馬附近的大學圖書館中。經過碳14的鑑定，人們得知它誕生於15世紀，而書籍的作者直到如今也無人知曉。裡面的文字從右到左書寫十分流暢，沒有任何修改的痕跡，更沒有一處標點符號用於斷句，同時搭配了海量的植物圖片和女性人物插畫，以及神秘的天文符號。而之所以稱其為天書，則是因為其中的文字，這些文字困擾了西方學者1個世紀，他們沒有找到哪怕一種與其相似的文字。要知道，就像我國的河圖洛書，一個字沒有，光是神秘的圖案，那麼研究不清楚不明白還情有可原。可伏尼契手稿卻截然相反，這可讓西方的學者們差點顏面掃地。再加上書中還有很多的插圖，古怪離奇的植物，宇宙星空的星球，奇異的陸地，所以很多人也將伏尼契手稿視作西方版的山海經。可山海經最起碼咱們中國人看得懂，並且裡面的部分內容已經得到證實。那麼問題就來了，伏尼契手稿是否是有心人刻意胡亂編撰的呢？這一推測很快便被西方學者們反駁了，因為240頁的書籍有着海量的文字，並且重複度很低且書寫流暢，除了沒有標點符號以外，像極了如今的書籍。所以按照這些細節來看，伏尼契手稿的作者一定知道自己在寫什麼，不存在抄錄或胡亂杜撰的可能性。時間到了上個世紀50年代，西方的學家們將伏尼契手稿大概地分為了6大章節。第一章節便是植物篇，因為開篇的首頁便會有植物的插圖，作者通過手繪的方式畫出了如今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物種，這讓西方的植物學家看完都一籌莫展。上面那離奇的插畫似乎和地球沒有任何關係。而第二章節則是天文方面的，裡面有着大量的星體和星座，在這一篇章中也存在了少數人們能看懂的內容，因為天文學家發現了除了太陽、月亮以外的12個星座。可最奇特的還是這張圖畫，它足足佔據了一整張紙的篇幅，詳細描述了大概9個圓柱形狀的不明建築物，造型可謂是異常的科幻。隨後西方學者還針對此畫做出了電腦模擬圖，還原出來後像極了一部科幻電影，因為這個造型和我們幻想中的外星太空基地實在太像了。而第3章節則有點少兒不宜了，莫言也不清楚如何將其定義，反正就是很多女性在池中泡澡的畫面。第4章節的內容則比較少，具體便是描述了星空和宇宙。第5章節記錄了海量的草藥，雖然在現實裡無法找到對應的品種，但看插圖卻能明顯得知其用途。第6篇章則是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，具體描述了如何选取草藥和制作草藥的過程。由於書中記錄的內容實在過於奇幻，所以上百年裡西方始終無人能夠將其破解。直到2019年時，這本書才漸漸讓人讀懂。布里斯托爾的一位博士對外宣稱破解了伏尼契手稿部分內容，他認為書中的文字來源於最原始的羅曼語。上文中提到伏尼契手稿誕生於15世紀，而古羅曼語在那個時候也非常流行，隨後才慢慢的消失，直到如今已經無人看懂。這位博士認為伏尼契手稿記錄的是草藥療法和占星術，以及女性產後保養的信息，但西方大部分的學者都不認同這一說法。他們覺得伏尼契手稿的內容都是古人想象出來的神話，記錄的全是作者憑空想象的荒誕世界。對此說法，莫言保持懷疑態度。我覺得那個時期的人類恐怕沒有那麼高的想象力，他們可能只是記錄了一些自己曾真實看到的東西。那麼對於此書您怎麼看呢？